OK， 兄弟们，全体目光向我看齐啊！看我！我宣布个事儿，我是个傻逼，没毛病啊！我是个傻逼，没毛病啊！没毛病啊！没毛病啊！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哎，怎么说呢？目前的这个行情确实是很难让人赚到钱啊。我们来看大盘，昨天比特币和以太坊都出现了比较大程度的下跌啊。还好上期节目面具人就已经提前告诉你们了，这几天最好别操作啊，不然呢又被套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说完这个，第二天又大跌了。最近的这几天的走势呢，从日线级别来看，这几天是逐渐衰弱的，但是链上数据却显示了不一样的风景。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种情况我们是否有操作的机会呢？今天面具人还是会带大家来分析一下各方面的情况的，包括美联储的官员啊，美国财政部的官员又放话了，而且这个言论比较犀利。各位，距离27号还剩2天时间，确切的来说只有1天左右了。那你们准备好迎接刺激、迎接激情了吗？这几天我们是否有进场买入赚钱的机会呢？你们看完今天的节目就能明白了。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操作指南、政治分析，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冒了风险了，可不能怪我啊！以后呢，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这个数字在留言区回复，包括你的钱包地址，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随机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那为了公平起见呢，你们的留言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NFT 大奖了，这些可都是能卖钱的真金白银哦。好，先来说一个比较重磅的新闻啊，那就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他放话了，他表示国内的经济放缓，这个就是说的美国的经济放缓，但是美国的经济衰退并非不可避免。他表示，根据美国的就业数据和消费报告表明，美国的经济还没有陷入衰退，因为美国的6月份的就业数据依然强劲，新增了37.2万个就业机会，失业率也维持在了3.6%，那这个数字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低点了。而且呢，美国全国的就业增长也是连续4个月超过了35万个。那根据这个数据来看啊，非常的有意思。你们看，就业增长了，失业率降低了，那这不就说明了这奴隶呀，还是得用鞭子抽，不能对他们太仁慈了。以前美国的社会从福利呀、经济政策各方面给的都是非常的优惠，非常的宽松，但是正所谓盛世养懒人，社会环境太宽松了，人们的积极性就降低了，大家都躺平了，去领福利了嘛，对不对？其实钱呀、货币呀这种东西，对权贵们来说意义不大啊，人家有权，那有权就是有钱嘛，对吧？但是对中下层的人来说，钱就是命呀，对不对？人家政府、权贵们可以通过操纵货币政策来操控你的命。美国现在也学出经验来了，那就是搞那么高的福利干啥嘛？搞那么宽松的经济政策干啥嘛？就得向习总学习中国模式，给他们这些奴隶弄恶劣的生存环境，搞高压统治，把韭菜们逼得没饭吃了，活不下去了，他们就自然而然的为了活命去找工作了嘛。你看现在这个房贷、车贷、信用卡、消费贷，把人都压得喘不过气儿来了，不停的加息，人每个月光还利息都还得快要命了，咋办？多干活，多搬砖，少说话，少躺平，多赚钱嘛，对不对？所以呢，你们看啊，美国搞了一个这种高压政策，反而呢，就业上来了，
啊，失业降低了。所以这种现象也支撑了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加息的信心。那耶伦就放话了嘛，他说他认为有一条道路可以保持劳动力市场的强劲，并且呢也使通货膨胀下降，那就是加息。这话说的没毛病啊。为啥？大家都努力工作了，努力搞生产了，是不是产能就上来了？然后呢，一加息以后，把大家的需求端也给压缩了，是不是这个物价就会稍微降低一点？一方面供给上来了，一方面需求降低了，那通货膨胀不就降低了吗？真聪明。所以呢，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的话就非常的有底气。他说：“哎呀，现在美国的通胀率太高了，但是美联储最近的加息政策正在让物价回到控制之中。”也就是说，美国财政部现在也是非常支持加息的，而且这个话说的非常有底气。其实加息也确实令这个在疫情期间躺平的老百姓节奏过得慢的慵懒的老百姓，现在呢，疫情慢慢缓和了，大家赶紧进工厂上班吧，不要躺平了，你们该把这个慢节奏的生活改变过来了。而且一加息，你看美国政府回收资金了，美国的国债也涨了，美金也涨了，多好的政府受益嘛。这个一加息我告诉你，直接导致了现在美国的富人阶层非常的爽，而穷人阶层呢很难受，而间接的呢也波及到了全世界的贫富差距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但是呢，这个世界就是富人权贵说的算。你看一加息，奴隶们的工作积极性也都调动起来了，这是好事儿。所以呢，面具人我觉得27号加息加100个基点的期待可能会更高了。如果27号当日发生了加息100个基点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大放量下砸是难以避免的了。不过呢，这种现象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入场机会，因为这一次超级激进加息了以后，接下来的2次可能会加息的非常缓和。那么根据阿 Q 精神来看只要不是砍我2个胳膊，只砍1个胳膊，那也算是好事儿，毕竟我还能留1个胳膊嘛，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利好。所以呢，这一次加息加得多，下一次加息加得少，那也是利好。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关键的很恐怖的事情，那就是我们要提防27号可能会出现50个基点的加息的爆冷这种情况一出现呢，是绝对超出很多人意外的。虽然说概率很低但是我们也要提防。OK， 这是大环境在这种环境之下，你现在是否敢操作？我们是否能够进场来，我们就需要看一下更细致的链上数据了。我昨天在我的会员公告里面发过分析，我当时就说了，比特币、以太坊超过100万资金的钱包地址逐渐增多，同时呢，散户们的购买热情也是在高涨大资金也在涨，小资金也在涨。那这种数据就说明了市场已经到了吸筹阶段了。你们再结合面具人上一期节目说过的，高位、低位的筹码都出现了一定量的减持，那这种现象对庄家来说是好事儿，而庄家在那个区间的时候已经开始吸筹了同样的，那既然达到了吸筹的阶段，那这种状态对庄家来说是最舒服的，因为它进可攻，退可守进可攻说的就是它已经吸收到了一部分筹码了，就算它拉，它的风险也不会太大，因为这些被吸的筹码被拉了以后，最多也就是到了一个浮盈的阶段，套利的可能性不大，只要庄家们控制好拉升的幅度。那退可守基本上也是一个原理。你看它现在吸了很多筹了，它就算现在下砸，它只要控制住力道，既不会造成市场恐慌，还可以套利赚钱，还能稳住盘面，让大家觉得是不是会有一个抄底儿的机会了？所以呢，才会出现昨天到今天的这种连续下砸放量各位，你们看图，连续的阴线是不是？而且时间也非常的紧凑，连着红往下砸。
那这种现象绝非散户所为啊。同时呢，也有数据能支撑面具人我的这个判断，那就是今天的链上数据，从昨天到今天啊，也反映出了这种现象啊，是大资金故意操作。比特币、以太坊的大资金地址变少了，相比之下呢，散户们的购买热度下降的幅度并没有那么的猛，散户们的热情依旧。这种现象就反映出来刚才面具人我说的，是不是？只要庄家控制住下砸的力度，他减少一些大资金，把这些大资金抛出去，虽然能引发一些砸盘的效应，但是不会造成巨大的市场恐慌。散户们呢，还依然热情依旧，会继续买。但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啊，面具人我就觉得不是很乐观了，因为27号就是加息日了，满打满算就是后天，不到1天半的时间啊。那1天半之前，也就是今天甚至昨天啊，大户们的大资金从昨天就开始撤离了，到加息日也就剩1天左右的时间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再炒作一波大的拉盘，市场繁荣，我觉得时间真的是太紧了。除非是加息75个基点，甚至更低啊，加息50个基点，否则呢，如果我是庄家的话，目前最好的玩法就是，你干啥嘞？你歪着脖听课嘞，卖萌呢？啊？你还咬我？否则呢，如果我是庄家的话，目前最好的玩法就是尽量稳住盘面，让韭菜们先别恐慌，让韭菜们有一种幻觉，那就是看前2天马上加息了啊，加息日之前跌成这个样子了，这么大的放量居然还跌不下去，那证明加息当天庄家们可能反向操作，绝对拉盘，绝对暴涨。现在就是一个抄底儿的好时机，稳住韭菜们的情绪，让他们有这种想法是最好的，那就可以继续吸筹了嘛。然后万一公布100个基点啊，那直接就是一根大阴线直接砍下来，一刀把你们切掉。一刀切掉了之后呢，很可能再出现一锤子又给你抡回来了。那这种现象呢，作为庄家来说是比较科学的杀猪方式。这就是杀猪的惨叫。所以呢，各位，今明2天呢，我建议啊，各位最好是空仓休息，看戏为主啊。有那闲钱，吃点牛排，喝点红酒，搞点什么这个米饭炒菜。再吃点槟榔，抽2根烟，法力无边，休闲一下人生，多好的，是不是？看戏为主吧，但是呢，不要懈怠盯盘，把盘面看紧一点就好了。明后2天呢，可能会有机会。如果真的机会出现的话，到时候我会在群里说的。如果你们想紧跟我的操作策略，或者是参与我接下来的优质好项目的话，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或者 Little19860425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又或者呢，你们还是可以孤独的行走啊，跟着那些什么骗子呀，名声不太好的坑人的博主啊。祝你好运，再见。96